年仅8岁的小女孩竟然怀孕了，医生顿时就愣在了原地。眼看女孩即将生产，来不及多想，医生赶忙将她送进了产房。医生问她怀孕多久了？众人顿感不妙，他们怀疑女孩母亲利用她赚黑心钱。可此时医生发现，女孩母亲却是不知去向。原来母亲将女儿送来医院，便匆忙离开了，将有孕在身的女儿独自丢在了医院。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起严重的虐童事件。医生们都很是气愤，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呢？不等给女孩做完检查，医生当即就联系了警方。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那独自离去的母亲竟又返回了医院。原来她不放心，想回来看看女儿，但医生又怎会答应她的请求？你自己出卖身体赚钱还不够，竟然还拉上你年仅8岁的女儿。可母亲对此却矢口否认，还说女儿得了重病，祈求医生一定要救救她。果不其然，手术室的医生很快在女孩身上发现了异常 ，B 超显示女孩的肚子里并没有胎儿。那她高高隆起的肚子又该如何解释呢？ Looks like a mass and there's free fluid. 原来女孩肚子里长了个大肿瘤，正在不断挤压着她的内脏，再不进行手术，怕是肚子就要被肿瘤撑破了。来不及多想，医生当即就给她安排了手术。很快，一个足球大小的肿瘤便被取了出来，肿瘤更是达到了7斤重。医生很是不解，女孩肚子一天天变大，为何母亲现在才将女儿送来医院呢？虽然肿瘤取出来了，可内脏早已被挤压得破败不堪。伴随着一阵警报声，女孩肝脏出现大出血，鲜血更是不要钱似的往外流。好在一番抢救后，女孩这才堪堪脱离了危险。而手术过后，事情的真相也很快浮出水面。原来母亲和女儿是偷渡过来的，由于没有签证，她只能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维持生计，更别说攒钱为女儿看病了。无奈下，她才将女儿丢在了医院。她祈求医生不要声张，否则女儿很可能会在遣返途中丢了性命。可此时警察已经赶到了医院，母亲得知后顿时慌了，毕竟女儿才刚动完手术。医生告诉她不要担心，医院的律师已经和警方做了沟通，不但帮他们免除了手术费，还给他们争取到延期遣返的机会。母亲这才放下心来。But you have to bring her here to me for her treatments, do you understand? I'm going to bring them in now. 医院里爆发了生化危机，眼看一个个病人生命体征急剧下降，医生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而更要命的是，生化病毒正在悄然蔓延，手术中的医生竟也全都倒在地上，生死未卜。即便医生戴着口罩，却也全都没能幸免。好在解救及时，这才堪堪脱离了危险。可手术室的病人腹部已被切开，麻醉时间也即将结束，来不及多想，女医生屏住呼吸，直接就冲了进去，不给病人注射麻药，病人怕是会被活活疼死。女医生也顾不得危险，当即一管麻药就注射下去。虽然病人被再次麻醉，可女医生却顿感一阵眩晕，显然整间手术室已被病毒完全侵蚀。好在晕倒之前才踉踉跄跄冲了出去，但病人腹部还处于敞开状态，医生不得不穿上防护服再次进入。可他们还是低估了病毒的严重性，即便医生已经抓紧缝合，但奈何防护服过于老旧，根本不足以支撑医生做完缝合。虽然医生还在苦苦支撑，但终究还是一头栽倒在了地上。医生们顿时都慌了，可他们慌的却是不明所以，到底什么病毒这么可怕？即便穿着防护服，却依然无济于事。很快，另一名医生也被毒倒在地，昏死过去。That's not good. 无奈之下，医生也只能进行轮换接力。 If you feel faint, get out. Come on, yeah, hurry. 医生屏住呼吸，争分夺秒对病人进行缝合，时间一到必须马上出来。在几番紧张轮换后，医生终于用防护膜裹住了病人伤口，因为他们怀疑病毒正是从病人体内泄露出来的。而医生的推测也的确没错，病毒的爆发还要从一次抽血说起。实习生抽完血，双手竟止不住的颤抖。起初他也并没当回事，可刚出病房，一阵眩晕感就突然袭来，只好委托同事帮忙把血样送去检测。不料他刚想躺下休息一会儿，送血样回来的同事竟也出现了相同症状，就连血样检测员也不例外。实习生这才察觉到异常。 Has the chief started a... 原来病人的血液有毒，即便他当即把电话打去了手术室，却不料还是晚了一步。病人血液中的毒素早已将医生毒倒在地。实习生赶忙将此事告诉医生，众人这才得知其中缘由。通过血样检测得知，原来病人正在服用抗癌药物，不料和他吃的草药发生了反应，两者结合便在血液中生成了神经毒素。血液一旦暴露，毒素便会在空气中迅速蔓延。好在通过透析，毒素可以完全清除，这可真是赞可以乱点，药可不能乱吃啊！ 年仅2岁的小女孩即将进行开颅手术，可麻醉师身上竟然散发出了浓浓酒气。面对实习生的质问，更是表现得一脸不屑：“你来医院才几天，有什么资格质问我？”就连主刀医生也觉得实习生太没分寸。但手术台上的可是一位2岁小女孩，况且这还是一场开颅手术。身为一名麻醉师，怎么能在酒后工作呢？ I don't need some punk intern telling me what's at stake here. Get him out of here, Shep. 可毕竟麻醉师资历深厚，医生只是迟疑了片刻，当即就把实习生给赶了出去。可殊不知，这也给接下来的手术埋下了巨大隐患。原本手术一切顺利，医生成功切除了大脑额叶，此时女孩眼皮却是微微颤动，明显是有苏醒的迹象。可麻醉师非但没有发现，竟还在旁边打起盹来，直到女孩身体的一个抖动，主刀的医生这才察觉到异常，明显是麻药给少了。
Dr. Taylor. He's asleep. Taylor! 好家伙，那麻醉师竟然在手术时睡着了。眼看小女孩即将苏醒，主刀医生忍无可忍，一声怒吼才将麻醉师给惊醒过来。反应过来后，马上给女孩增加了麻药。可此时的他非但没有一丝的愧疚，竟还让护士帮他沏杯咖啡。在他看来，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主刀医生彻底怒了，这他喵可是开颅手术，小女孩一旦苏醒，后果不堪设想，当即就让人顶替了麻醉师的位置。直到此刻，实习生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可也正是麻醉师的失职，却给女孩留下了严重后遗症。在术后的复查中，小女孩的腿会止不住的颤抖。这明显是痉挛的表现，医生当即给他做了 CT 扫描，然而结果却令众人大吃一惊，他的整个左脑功能几乎完全丧失。为了避免病情继续恶化，只能将整个左脑全部切除。虽然这会给孩子造成一定影响，可父母也只能无奈接受，毕竟让孩子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医生当即又给女孩安排了一场手术，好在这次手术没再出现任何意外，也由于女孩年龄还小，切除的神经元完全可以再生长回来，这才堪堪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事后主刀医生找到实习生，他为自己的决定深表歉意，之前不应该将他赶出手术室。身为主刀医生，他愿意承担这次事故的所有责任，也希望实习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将这份认真敬业的本心一直保持下去。一张再普通不过的 X 光片，却让医生们震惊到无以复加。因为 X 光片显示，女孩下体里明显被塞进了某种凶器，更是在接下来的手术中，竟在女孩下体里取出一个绝对不该存在的东西。Beautiful 1 pound 8 ounce baby pistol. 医生就纳了个闷儿了，女孩怎么能在下体里塞手枪呢？要知道，女孩只是去监狱里探望了下男友，然后就因腹痛晕倒被送到医院。起初的医生也并没多想，还以为女孩吞了某种异物，这才导致腹痛，但却遭到女孩的连连否认。直到医生按了下她的肚子，不料意外顿时就发生了。众人惊慌中更是夹杂着一丝懵逼，他们根本不知道子弹来自哪里。直到看到女孩内腹部的血洞，医生顿时就意识到了什么。This is an exit wound. 医生只在女孩身上找到了子弹射出口，却并没发现子弹射入的地方。Danielle, did you put a gun in your vagina? 事到如今，女孩也只好点头承认。众人彻彻底底的懵逼了，男人更是忘记了大腿的疼痛。女孩怎么会在下体里塞手枪呢？这也玩得太过分了吧！通过询问得知，原来这一切都是女孩男友的主意。为了帮男友越狱，女孩这才把手枪藏在体内带进去，却不料刚到监狱就因腹痛晕倒在地，然后就被警察送到了医院。虽然医生也见过在体内塞各种东西的，但说实话，体内塞手枪的还是头一回见。然而最无辜的还是那隔壁病床的男人，他死都想不到自己还能被女孩体内的手枪击中。幸亏击中的是大腿，要是击中脑袋还不得当场凉凉。可医生刚想处理伤口，却被主任立即制止，因为手枪很可能再次走火。不过 X 光片显示，手枪的弹夹是空的，女孩也以为枪里没有子弹，但她却忘了枪膛里还留有一颗，因此在医生按压她腹部时才导致手枪走火。来不及多想，医生当即就给她安排了手术。如此惊世骇俗的一幕，自然也引来众多吃瓜医生的围观。好在庆幸的是，子弹并没有伤到肠道以及主要器官，医生也很快将那把手枪给取了出来。Beautiful 1 pound 8 ounce baby pistol. 虽然女孩最终成功得救，但因为企图帮男友越狱，也要被警察抓去坐牢。却不料女孩非但没有一丝悔意，竟还表现得一脸庆幸，因为这样就能进监狱和男友待在一起了。医生算是被她整个彻底无语了，你他喵这是什么脑回路？难道谈个恋爱脑袋谈坏了吗？虽然一番劝说后，女孩也象征性的点了点头，但医生也不确定这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孩是否还会做出其他愚不可及的事情来。You are going to be an amazing mom to a teenage girl. We were never that stupid, right? I thought you could get pregnant from a toilet seat till at least the 10th grade, so... 男人刚想爬出电梯，可下一秒，那原本故障的电梯突然启动。Oh G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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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God! 男人双腿直接被夹在了电梯里，虽然医生赶忙按下按钮，却不料还是晚了一步。随着电梯的缓缓升起，男人双腿早已被挤压的血肉模糊。就在刚刚，一股强暴风袭击城市，多根电线杆被瞬间刮倒，医院里所有电梯顿时也都陷入瘫痪，多名病人和医生都被困在了电梯里。虽然医院启动了应急电源，但却根本支撑不了电梯的正常运转。更是与此同时，医院里送来大批伤员，有的被自拍杆刺穿脑袋，有的被拐棍刺穿身体，还有的被玻璃片扎成刺猬。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虽然医院伤员众多，但最棘手的还是这个头插自拍杆的女孩。她本想自拍一张美照，却不料一阵大风突然将她刮倒，那手中的自拍杆好巧不巧，恰好刺穿了她的整个大脑。虽然女孩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但医生脸上却全都挂满了愁容，更是在手术前让她给家里打了一通电话，因为医生担心她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Thanks, Mom. You're the best.
You're the very best mom.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这通电话也成了女孩和家人的永别。原本手术一切顺利，自拍杆很快被医生取了出来。可当医生处理伤口时，仪器报警声却突然响起。原来自拍杆戳破了椎动脉，即便医生做了抢救，但随着女孩瞳孔固定扩大，医生还是宣布了她脑死亡。即便送去了 ICU， 恐怕也是命不久矣。医生决定将女孩心脏移植给这位心衰患者，却不料随着风暴越来越大，一根根电线杆被接连刮倒，医院所有电梯全都瞬间陷入故障。医生刚将女孩推进电梯，便被困在了里面。眼看女孩生命体征急剧下降，一旦彻底死去，那原本用来移植的心脏也就彻底废了。留给医生的时间不多了，医生只好暴力开门。在维修工和医生的合力下，这才将那电梯门给强行打开。医生赶忙将女孩抬了出来，可当轮到实习生时，他却不敢出去，生怕爬到一半电梯会突然落下。但接下来的心脏移植还需要他的参与，情况紧急，在同事的帮助下，他有惊无险地钻了出去。可当轮到维修工时，却突发了意外。他让医生去抢救病人，自己能爬出去，却不料此时电梯突然启动，而维修工也彻底悲剧了。Oh God! No! Oh God! Oh God! 虽然医生迅速按下按钮，可当电梯升起后，众人还是被惊呆了。男人双腿早已被挤压得血肉模糊，来不及多想，医生赶忙将他送进了手术室。双腿肌肉组织被完全压碎，股骨也产生了粉碎性骨折。照此来看，只能对男人进行截肢了。但主刀医生的决定却遭到同事的反对，毕竟神经组织还有挽回的余地，或许他们可以尝试保住男人双腿，即便失败，他们也算尽了全力。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心脏移植手术却突发了意外。原本手术一切顺利，心脏移植后很快就恢复了心跳，但医生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紧接着病人心率突然变慢，可患者身上的疾病太多，一时也找不到具体原因。医生尝试了各种办法，先是手动按压，再是药物注射，最后连心脏电击都用上了。可即便如此，却还是没能挽回患者的生命。但好在令人欣慰的是，一番手术后，维修工的双腿算是堪堪保了下来，悉心调养后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It's tiny, but it's good enough to give us hope. 这条长满鱼皮的男人可不一般，全身一半的皮肤都被鱼皮覆盖，真不知道是男人劈了腿还是鱼儿出了轨。 Hey, Rick. 见此场景，医生却显得极为兴奋，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美人鱼啊！ Fish people. 其实男人也是条正经的人类，为了治疗烧伤，医生才将鱼皮敷在他的身上，这样不但能减少疤痕，和传统的疗法相比，所需的费用也是低了不少。鱼皮里富含的胶原蛋白能促进伤口愈合，但唯一不足的是，由于患者被新鲜鱼皮覆盖，整个人都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鱼腥味。医生得知巴西人使用过这种疗法，因此才脑洞大开用在了病人身上。但医生的奇葩研究还不止于此，为了探索体外培育，还将一只小羊胚胎取出母体放在孕育袋里培育，虽然略有成效，但还从未在人体上实验过，毕竟这项研究还很不成熟。Nope. 很多医生对此都不看好，可研究员却丝毫不以为然，非但不听众人劝说，还试图将实验应用在这名孕妇身上。因为车祸，孕妇体内产生了大出血，要想活命，只能连同子宫和胎儿一起切除，但胎儿还不足5个月，离开母体根本无法存活。研究员得知后，赶忙将他的研究告诉了女人，还承诺不但能帮她完成手术，同时还能保住她的胎儿。女人顿时感觉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这却把医生们气得不轻。昨晚刚有一只小羊在实验中死掉，今天却要应用在孕妇胎儿身上，你他喵这是疯了吗？无论如何，医生也不准他再接触病人。研究员则是被当场气炸，你们宁可让胎儿死去，也不允许我尝试培育。另一边，医生来到病房向女人做出解释，体外培育胎儿根本就不成熟，并且这项研究也没获得任何许可。女人还想争取一下，毕竟这样宝宝还有一线存活的机会。 I'm the mother. I give you approval. Try it. I can't. 医生还是回绝了他的请求，用宝宝活体去投入实验，成功的几率很低不说，更是有悖于人道伦理。医生当即给女人安排了手术，一个手掌大的胎儿很快便被取了出来，但医生并没有进行抢救，因为他们知道这都是徒劳的。宝宝没有发出一声啼哭，刚出生就迈入了死亡，显得是如此的安静。虽然女人得救了，但却是以失去孩子为代价。医生对此也很是无奈，在生命面前，很多时候人们显得是如此的脆弱与无力。女人刚刚掀开衣服，可眼前的一幕顿时就把医生吓了一跳，一旁病人也投来好奇的目光。 Yeah, maybe you should help her first.
一只高跟鞋竟然扎入女人心口，这他喵什么情况？医生当即给她做了扫描，所幸鞋跟没有正中心脏。从女人口中得知，她昨晚去酒吧喝酒，因为喝得有点上头，回家上楼时便脱掉了鞋子，一个不稳摔倒在地晕了过去，醒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主任看到后也走了过来，因为女人昨晚正是和他喝的酒，本以为是场美丽的邂逅，却不料竟搞成了这副模样。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眼主任，看来主任并没看起来这么清纯。眼看医生在场说话不便，主任刚想支走医生，却被女人当场制止。我们只是纯洁的友谊，你干嘛这么心虚？主任顿时就急了，看来你昨晚真是喝多了。女人也不禁怀疑起来，是不是主任看中了自己的美色，然后趁自己喝多图谋不轨？主任彻底无语了，自己堂堂正人君子，怎么在你眼中就成了渣男了呢？他警告女人不要瞎说，自己可还是个纯情的小少男。Arrogant son of a bitch! Get out! Get out! 女人被气坏了，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Get out! Get out! 来不及吃瓜，医生当即给她安排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很快高跟鞋便被取了出来。女人醒来后脑袋也彻底清醒过来，她想起来了，主任确实对她什么也没做。眼看自己喝多了，主任把她送到楼下便离开了。主任则是被气得要死，你他喵现在才想起来，自己的事迹早就在医院传开了，现在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风流主任。一张再普通不过的 X 光片，却把医生们当场吓到毛骨悚然。因为光片显示，患者体内竟有一堆栩栩如生的人脸，简直和小孩头骨一模一样。They all do. I'll be damned. They're Judy's. 医生怀疑患者是个超级无敌大变态。要知道，患者刚来医院时只是有些肠梗阻，起初的医生也并没在意，还以为男人患有异食癖，毕竟这样的病例也接过不少。可很快医生就察觉到不对劲，无论他如何询问，男人就是不说自己吞了什么东西，竟还当场调侃起了女医生。 Whatever you've ingested could kill you.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tell me what's got you blocked up inside? 即便医生告诉他有生命危险，男人却依旧不肯透露半分。可殊不知，眼前的男人竟然是个变态。X 光片出来后，医生在他体内发现类似毒球的东西，他们怀疑男人在用身体运毒，而一旦体内的毒球破裂，不出5分钟，男人必将当场身亡。可如果真是这样也就罢了，只要清肠手术，尽快取出异物就行。但医生终究是把问题想简单了，众人刚想去准备清肠手术，实习生却察觉到了异常。 Sure they're balloons? You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ey're not balloons? This one here's got a face. 实习生认为那并不是毒球，而是人脸。果不其然，医生调整光线，定睛一看，那看起来的确像是人脸，而且还不止一张。很快，一堆栩栩如生的人脸就赫然显露出来，更是像极了婴儿头骨。众人很是不解，男人为何会吞下类似人脸的东西呢？但医生可以肯定，男人是个变态无疑。但凡一个正常人也不会干出这种事。 I can see their little faces. 可也来不及多想，为了防止肠坏死，医生当即就给他安排了手术。即便众人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接下来的手术惊呆了。医生竟在他肠道里取出来一个玩具头。 Black Judy. Thought I gave her long hair back when she had the afro. 可还不止如此，很快一个个玩偶娃娃头被接连取出。医生数了下，总共有11个，更是足足装满了小半盆。虽然手术成功了，但医生还是想知道男人为何要这样做。 Do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Would it be too much information? Mine. 面对医生询问的眼神，男人终究还是没好意思说出口，只是取出来后感觉肚子空空的。不过医生推测，男人或许把这些玩偶当成了伴侣，想增加自己的充实感，但也可能是男人母亲想要个女儿，因此从小就给他买朱迪娃娃，受到母亲影响他才变成这样。可不管怎么说，男人的行为也终究太离谱了些，这可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主刀医生正在专心的手术，然而谁都没注意到，那一旁的实习生身体却突发了异样。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实习生的眩晕感愈发剧烈，随即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Christina.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让在场众人陷入一片慌乱。 Christina, don't just stand there, damn it! Somebody help her. Get a gurney in here. 眼看实习生没了知觉，而医生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也来不及多想，当即就把他抬上轮床推去抢救。但令人没想到的是，那实习生却是犯了医院的大忌，眼看是瞒不住了，实习生也只好说出真相。 7 weeks, I'm pregnant, is it? 众人顿时都懵逼了。实习生一没结婚，二没男友，怎么就突然怀孕了呢？不过众人很快就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即便同事想帮他隐瞒此事，可当找到妇产医生为他手术的那一刻，一切的隐瞒也都变成了徒劳。 Christina's pregnant. Shut up, George. Please come.
从众人表情就能看出，实习生怀孕绝没这么简单，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眼看实习生情况危急，医生们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然而更糟糕的是，实习生不仅被检查出了宫外孕，一条输卵管更是发生严重破裂，并且还在不断的出血。可即便如此，实习生依旧不肯透露孩子父亲的身份，显然是心里有所顾忌。无奈下，医生也只好先为他进行手术。虽然出血的情况止住了，但由于输卵管破损严重，即便医生做了全力补救，但也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如今生命线少了一条，孩子更是没能保住。然而更糟糕的是，实习生以后怀孕的几率将会大大降低。She did everything she could, but there was too much damage. She couldn't save the two. 作为一个女人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可那背后的始作俑者究竟又是谁呢？而与此同时，那结束手术的主刀医生刚想去探望实习生，却被等待已久的主任当场拦住了。主任怀疑实习生怀孕或许和他有关。Chief, now is not the time. I'm not in the mood for a debate. You understand? You'll do it because I asked you to. 面对主任的质疑，主刀医生没有承认，但他也没有反驳。主任没再进行追问，从对方的神情中，他已经猜到了答案。主刀医生却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种事情传出去，不光彩不说，还会因为和手下实习生发生关系，很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名誉和前程。一边是自己的前途，一边是要承担的责任。主刀医生也不禁开始犹豫起来。想到病床上的实习生，他刚想进去探望，但发现有人在场，他还是当场离开了。或许是他没准备好，也或许是其他的原因吧。可无论如何，给实习生造成的伤害却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一颗子弹正中男人脑门，可他非但没有死去，刚来医院时竟还在悠闲的看书，这可把接诊的实习生给整不会了。扒拉着男人脑袋检查了10几遍，可除了脑门上一处小小的灼伤，再没发现其他任何的伤口。眼看实习生还是不信，男人再三强调他脑袋里真有子弹，清理手枪时不慎扣动了扳机，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何脑袋中枪他却还安然无恙。实习生不禁怀疑他是不是精神病，却殊不知这个伤疤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正当他准备给男人检查时，男人的妻子匆忙地赶到医院，看到行动自如的丈夫也不禁吓了一跳。 Oh my God, Samuel. Well, how bad is it? 实习生当即向他询问了情况，却不料妻子的说辞竟和丈夫一模一样。 My husband has a bullet in his head. 实习生不禁怀疑夫妻俩是不是都有精神病，当即就把女人推出了检查室。可当他看到扫描结果后，当即就被吓得惊叹连连。 No, it can't be. The guy was reading a freaking magazine. It's definitely a bullet. One that tracked clear through his head. 而女医生的话更加验证了这个事实，病人都被子弹爆头了，你俩他喵的还有闲心在这里惊讶，没他喵一个靠谱的。话说男人也的确命大，子弹甚至都没越过大脑中线，只要手术清理伤口修复脑膜就行，甚至都不需要移除子弹，这也堪称是枪伤中的奇葩了。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当医生提出向警方通报枪伤时，妻子却流露出了一丝的畏惧，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这起枪伤的背后竟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起初的医生也并没多想，却不料夫妻俩争吵中无意间说出了真相。 Cheated on me. You cheated on me, and you do not get to play the martyr here. I got a bullet, and that doesn't make us even. You shot me. I think we need to get the police up here right now. 医生推去男人手术的同时，警察也很快赶到了医院，当即就把男人妻子给控制起来。现场众人怎么也没想到，那一枪竟然是他的妻子开的。然而更令医生不解的是，妻子对着丈夫开枪，丈夫竟还替妻子隐瞒，这他喵又算怎么回事？可更出乎意料的是，手术过后的男人非但没有责怪妻子，反倒是责怪起了自己。 I'm stupid. Nothing will make you feel more stupid than cheating on the woman you love. I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g. 看来即便如此，男人还依旧深爱着他的妻子。不得不说，这男人还真是伟大呀。 因为实习生的一个小小失误，直接导致患者开始剧烈抽搐。即便医生做了紧急抢救，但由于大脑损伤严重，患者最终还是变成了一个活死人。而这一切的一切，竟然只是因为实习生的一句口误造成的。就在刚刚，病人把自己锁在了卫生间，实习生猛地撞开房门，可眼前一幕顿时让他们惊呆了：患者竟然在喝马桶里的水。不等两人反应过来，患者对着马桶又是一顿狂饮，两人顿时不淡定了，不顾男人反抗，赶忙将他从卫生间给拖了出来。 Let me go back. I need some water. I need it. 其实这也并非是男人的本意，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举动，完全是因为他得了一种怪病。可男人做梦都没想到，最终害惨他的并不是疾病，反倒因为实习生的一个失误，让自己变成了活死人。要知道，病患的男人可并非是普通人，不但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名下资产更是达到了上百亿。可他最近身体却有些反常，一天24小时总是会不停的喝水。面对这样的大财主，医生自然不敢怠慢，当即就给他做了检查。扫描发现，他的下垂体上长了拉氏克列囊肿，导致他患上了低血
压着，因此才会感觉到极度口渴。按理说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病，等血闹稳定后做个微创手术就行。可即便补充了生理盐水，男人却依旧感觉口渴难忍，更是趁医生不注意把自己锁在了卫生间。来不及多想，实习生一个猛冲撞开房门，可男人却是意犹未尽，不等医生反应过来，又是对着马桶一顿狂饮，两人当即就把他拖出了卫生间。为了升高血钠浓度，实习生赶忙吩咐护士注射生理盐水。可事情坏也就坏在了这里，不多久男人便浑身抖动，胡言乱语，紧接着就开始剧烈抽搐起来。按理说4小时注入500毫升生理盐水不会有问题，可实习生因为口误，给护士说成了每小时输入500毫升。Why didn't you do a follow-up? I gave you one thing to do. 病人出现严重脑水肿不说，更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实习生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男人大脑严重脱水，能不能醒来就看他的造化了。虽然实习生也深感内疚，可事已至此，即便有再多的悔意也都没用了。The first person I killed, I was a second-year resident, James Hansen. You should go home, Alex.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here. Nobody should die alone. 女人刚在医院生完孩子，医生却私自把人家子宫给切了，这毫无人性的操作，直接让现场众人愣在了原地。实习生很是气愤，你这样做人家以后还怎么生孩子？可当看到医生那凶狠的眼神，实习生犹豫片刻后最终选择了妥协，毕竟他也只是个实习生，根本没有资格去质疑主刀医生的决定。而随着手术的继续进行，女人也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但为了揭露医生的恶行，实习生当即就把此事告诉了女人丈夫。丈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我妻子可是来生育的，而不是来做绝育的。 This complication, it might be God's way of helping you put your 7 kids through college. What are you saying? I'm saying get a lawyer. 眼看自己的目的达成了，实习生便返回病房等着看笑话。但没想到的是，医生竟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女人。So you're saying you won't be able to have any more children? 女人听到后先是微微一愣，可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女人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话语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感激，这不禁让实习生更加懵逼了。可无论他如何询问，医生就是不肯告诉他其中缘由。 She is our patient. Our obligation is to her and her only. 看到实习生吃瘪，女医生很是得意，却殊不知自己已经大难临头。随后主任便找到了她，不知道她断子绝孙的做法到底为何。因为她的私自决定，女人丈夫已经准备起诉医院了，正在和律师商量起诉事宜。医生得知后，顿时感觉受到莫大的委屈，因为这一切都是女人自己的要求。她已经给丈夫生了6个孩子了，可丈夫依然不知足。她恳求医生，生完这个孩子就给自己做结扎，但不要告诉她的丈夫，因为她不想沦为一个生育工具。起初的医生本不想答应，毕竟没得到家属同意，这是违规操作，但也架不住女人苦苦哀求。同为女人的医生顿时心生怜悯，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却不料实习生还是将此事告诉了女人丈夫，医生也不得不面临一场官司。眼看事情瞒不住了，医生也只好再次找到女人，希望她能出面为自己洗脱冤屈。可医生怎么也想不到，女人竟果断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她不想因为此事影响自己和丈夫的感情。医生彻底无语了，也终于体会到了人心的险恶。他违反规定帮助女人，却不料到头来竟被女人给摆了一道。 Dr. Shepard, I'm so sorry because I am so grateful to you, but I can't tell him. 兄弟俩天生后背连在一起，生活中更是形影不离。即便一人想去厕所，另外一个也不得不一同前行。医生看到也不禁惊呆了，很难想象兄弟俩是如何生活的。然而今天他们的命运将彻底改变。连体生活35年的兄弟俩，今天即将进行分离手术，但兄弟俩想法却产生分歧。哥哥想立马手术，赶紧和弟弟分开，但弟弟并没做好准备，毕竟手术风险很大，他可不想英年早逝。兄弟俩足足为此争吵了半年之久。实习生很是不解，为何非要冒险做分离手术呢？此时一个女人推门而入，原来兄弟俩同时喜欢上了这个女人，他们什么都可以分享，但对于这个女人谁都不肯让步，即便女人毫不介意，兄弟俩却是难以接受，都认为自己才是女人唯一的挚爱。可医生刚想开口劝阻，却遭到哥哥强烈反对。连体生活他早就过够了，一点个人隐私没有不说，如今好不容易碰到个喜欢的，弟弟还非得要和他争上一争，即便冒着瘫痪的风险，分离手术也非做不可，而女人也必须要在兄弟俩之间做个选择。 What do you think, Pete? I think, why would I want to be attached to someone who doesn't want to be attached to me? 既然兄弟俩达成一致，医生也只好答应了手术。可当检测结果出来后，就连主任也不禁开始头大起来。兄弟俩脊椎连在一起不说，其中的神经血管更是错综复杂。手术一旦失败，轻则瘫痪，重则死亡。但媒体已经针对此事做了大量报道，可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否则医院的医疗水平势必会遭到质疑。事已至此，医生也只能尽力为之。但为了提高手术成功率，医生还专门做了个连体模型。可即便只是模拟，各种意外也是接连频发，手术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就连主刀医生也不禁生起了放弃的念头。但奈何哥哥心意已决，势必要将这个女人拿下。眼看兄弟俩吵得不可开交，女人只好上前劝说。Told you I'm completely fine with it. How are you okay with the fact that he's touching you while you're naked? 事已至此，女人犹豫片刻，也只好说出了心里话。Because it wasn't a big deal. Sweet and it wasn't a big deal. 哥哥顿时就懵逼了。You liked it. You enjoyed it. Really love that too. 原来不止兄弟俩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女人也同时喜欢上了兄弟俩。每当哥哥睡着后，他便和弟弟发展感情，弟弟无所谓，哥哥则坚决不同意。No, you have to choose. What? We're gonna have this surgery, and you can't have us both. So choose, him or me. 看来他的美梦落空了，必须要在两人之中做个选择。眼看哥哥如此强势，女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弟弟，这可把哥哥激怒了。Elena 对着弟弟就是一顿招呼，这下好了，兄弟俩彻底反目成仇了。看来手术不做也得做了。可就在手术开始前，哥哥却向医生提出一个要求 ：When you separate us, can you make sure his ass is bigger than mine? I can hear you. 为了这场手术，医院几乎动用了所有精英。可当划开身体的那一刻，医生发现这比连体模型还要复杂。但事已至此，根本没有退路可言，医生只能用尽解数奋力一搏。可令所有医生没想到的是，他们演练时失败了无数次，这场手术却是出奇的顺利，堪称是分离手术中的奇迹了。随着兄弟俩身体的分离，他们也终于有了各自独立的人生。按理说弟弟应该感到开心，毕竟他赢得了自己的挚爱。但看着眼前的女人，弟弟却是满脸的落寞。相对于自己得到的，他总感觉自己失去的似乎更多。Couldn't stay away. World waits for you. World waits for you. Could you carry me through? 丈夫只是来带妻子做个孕检，却把医生当场震惊的愣在原地，因为他们发现眼前的女人竟然拥有2个子宫，并且每个子宫里都有一个宝宝。丈夫得知后更是兴奋不已，毕竟这种情况极其罕见，还以为这是老天对他的馈赠，却殊不知很快老天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医生告诉他们2个宝宝都很健康，但令医生不解的是，2个宝宝的大小差别很大，大宝宝已经有7个月了，但小宝宝才刚刚4个月，足足差了3个月。丈夫顿时就懵逼了，同一时间受精，2个宝宝怎么会相差这么多呢？医生却表示他们的检查绝对没错，可以很精准的估算预产期。丈夫就不明白了，4个月前他们正在闹离婚，更是没和妻子住在一起，那时候妻子怎么可能怀孕呢？ Greg, I am so sorry. I'm so sorry. 从妻子的话语里，丈夫瞬间就明白了一切。这他喵哪里是什么馈赠，分明就是自己被绿了。妻子解释说，就那一次，他也没料到第一次就中招了。I didn't think that this could happen. It was nothing. I can't believe you did this. I can't believe you didn't tell me. 丈夫哪还有心情听她解释，当即就愤怒地转身离去。就连医生也没料到事情会是这样。 He's not the father of both babies. 可还不等医生回过神来，女人激动下出现了宫缩，明显是有了早产的迹象。丈夫得知后虽然很担心妻子，但他更担心的还是小宝宝的肤色。如果是黑色的还好，可如果是哇白的皮肤，那以后还让他怎么见人？实习生安慰他不要着急，毕竟黑皮肤的概率还是有的。医生们也都好奇的跑来围观，他们也想知道内菲亲生的宝宝到底是什么肤色。然而当抛开腹部的那一刻，医生还是为男人感觉到了惋惜，因为小宝宝的皮肤的确是哇白的。虽然夫妻俩的亲生宝宝顺利诞生了，留在腹中的白皮肤宝宝却让女人感到了绝望。虽然宝宝是无辜的，但却成了女人一生的污点。丈夫更是没来病房探望。就在女人绝望之际，那转身离去的丈夫竟又回到了病房。原来他一直守在外面，他相信妻子只是一时的糊涂。虽然黑加黄不可能等于白，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接受的不止妻子，还有妻子肚子里那非亲生的无辜宝宝。 But as our little girl. 一起再普通不过的外伤接诊，却把医院的外科主任当场吓到毛骨悚然。因为一节大腿粗细的树干深深插入了男孩的腹部，能活到现在简直就是个奇迹。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男孩都伤成这样了，那匆忙赶来的父亲非但没有一丝的怜悯，反而怒骂儿子就是个废物，玩个雪橇还能被树枝插中。话说实习生也不惯着他，一把将他按到了墙上。虽然鼻子出血了，但情绪也总算稳定了一些。可此时的主任却不乐意了，你他喵看不出是父亲焦急过度吗？下手没轻没重的。虽然你的做法很好，但希望下
次别这么做了。来不及多想，医生当即给男孩进行了手术。可由于树干插入太深，男孩的肾脏早已坏死，体内出血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贸然移开树干，男孩势必会失血过多，惨死当场。医生赶忙找到了男孩父亲，告诉他要做好心理准备。男孩脏器肠道损伤严重，他们也不能保证接下来的手术是否还会突发意外，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紧接着男孩就出大事了。原本手术还比较顺利，医生小心按住伤口附近每一处器官，毕竟树干的一个小小移动都可能导致大出血。准备完毕后，主任吩咐助手启动手锯切断树干。一番操作后，一根大腿粗的树干被成功切断。可还不等医生松口气，男孩肾动脉、肝动脉接连发生了大出血，而血压也在迅速下降。医生顿时忙成了一团，止血棉换了一块又一块，每一秒都是在和死神赛跑。故事的最后，外科主任在酒吧偶遇了男孩父亲，而父亲也说出了怒骂儿子的原因。他不是在生儿子的气，而是在生他自己的气，因为是他让儿子去玩雪橇的，他只想着锻炼儿子，却低估了那条道路上的危险性。如今儿子依然躺在 ICU 里，即便内心万分悔恨，但也为时已晚。而他现在能做的，也只能是为儿子默默祈祷了。医生小心撑开男孩眼皮，接着拿出一根10厘米的针头，在同事惊愕的目光中，当即就对着男孩眼球刺了进去。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那不明所以的母亲竟突然大声质问起了医生，而这也险些让医生造成重大失误。医生顿时就被气坏了。Get her out of here, Norman. Get her out. What are you doing? 但母亲不知道的是，儿子能有今天全都是拜他所赐。男孩近期精神不佳，成绩下降，可母亲非但不担心儿子身体，竟还怀疑儿子在偷偷吸毒。即便男孩一再否认，可母亲非但不信，还强行拽着儿子来医院进行毒检。但医生却不这么看，毕竟也不排除其他隐患。可那自以为是的母亲竟绕过医生，直接让那年迈的实习生帮儿子诊断，却殊不知实习生除了年龄大点，在治病救人方面完全就是个菜鸟。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实习生竟险些将男孩害死。很快毒检结果出来了，结果表明男孩并没吸毒，母亲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儿子就像那双打的茄子，分明就是吸毒的样子，怎么可能没检测出来呢？一定是医生搞错了。医生建议做点别的检查，可实习生却打断医生的话，他断定男孩根本没病，应该只是出现了叛逆期。可就在这时，男孩竟突然胡言乱语起来。 You have apple hair. I threw a pancake in the river. A pancake. 现场众人顿时就愣住了。可等医生询问时，男孩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Did you mean to say it? No, I was trying to say that I wanted to go home. Oh my God. 医生顿时就感觉到了不妙，男孩显然还有着隐藏的病症，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通过脑部扫描发现，男孩是得了水脑症。这样一来，那所有症状都能说得通了。可此时却又突发了意外，男孩突然倒在地上昏死过去，并且脑部开始形成疝气。然而更要命的是，他的脑压正在急速升高，不出10分钟必将丧命。来不及多想，必须尽快将脑脊液抽出。医生先是小心撑开男孩眼皮，随后拿起10厘米针头，直接对着男孩眼睛刺了进去。整个过程必须倍加小心，稍有不慎都可能刺伤眼球。就在这关键时刻，实习生竟带着女人闯了进来。 What are you doing? 女人突如其来的质问，险些让医生手抖，发生医疗事故。 Get her out of here, Norman. Get her out. What are you doing? 一番怒斥下，实习生这才将女人带出病房。好在男孩并无大碍，抢救过后最终脱离了危险。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考虑到实习生也算是个长辈，医生道歉说不该朝他大吼。贝利听到后却当场怒了，别看他年龄大，你就不好批评，他一个实习生就是菜鸟，帮不上忙不说，还屡次妨碍你给病人就诊。要不是男孩当场病发，母亲肯定就听信他的话，把儿子带回家了。要是在家发病想抢救都来不及，生死攸关的工作，犯了错误年龄再大也得骂。相对于患者的生命来讲，实习生的那点自尊又算个毛线。眼前的这3个儿女简直就不是人，母亲身患重病，生命垂危，医生让他们送老人最后一程，但儿女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了医生的预料。老二说他订好了下午返程的机票，过了中午就不能改签了。可还不止如此，老大竟也不想留下，他还要赶回去参加公司董事会，除非母亲现在去世，否则他根本就没时间等，就连女儿也不例外。医生顿时就愣住了，老太太怎么就生了这么3个白眼狼呢？可也就在这时，老太太心率突然下降，兄弟俩非但不担心，反而感觉很是庆幸。好在一番抢救之后，老太太这才苏醒过来，但老二的一句抱怨也彻底惹恼了医生。 You know how many people are in this hospital right now waiting, hoping that their loved one might actually live? A bunch of vultures. But we're not. 可3个儿女却表示不服，他们并非是白眼狼，而接下来的一番话，反倒是让医生们对这3个儿女深表同情。原来3年前母亲就被宣布了病危，兄妹3人可谓是悲痛欲绝，在母亲床前整整守了2个月。可母亲非但没有去世，反而表现得愈加精神。自那以后，母亲每个月都要住院1次，并且每次都被宣布病危。可只是这样也就罢了，每次他们飞来医院和母亲告别时，母亲每次都会奇迹般的死而复生。这样的生活他们整整过了3年，实在是有点撑不下去了。听到这里，医生这才明白了3人的苦衷。可就在当晚，意外就发生了，老人心率再次骤降，医生赶忙进行电击。Clear.
果不其然，老人很快又睁开了双眼。老人自己也懵了，为什么死神就不肯收他呢？他也不想再这么一直麻烦儿女了。It's been a long time, but they always come. They are my people. People keep you going. 但老人今天或许真的走到了尽头，很快就又停止了心跳。几次电击后，心跳依旧没有恢复，医生也只能放弃抢救。I'm so sorry. She's not responding. We've done everything we can, so she's gone. Thank you. You did a wonderful job. 就在这时，仪器突然又有了反应。Are you kidding me? Oh God, this is never gonna end. No. 实习生解释说他真的死了，只是身体机能没完全停止，因此看起来才像有了心跳。可即便如此，儿女们依旧是不放心，生怕母亲会突然苏醒，直到主任过来宣布了死亡。Time of death 2240. 虽然儿女们早就受够了，但当母亲真正离开的这一刻，大家心里还是无比的悲痛。正如母亲所说，之所以一次次与死亡擦肩，或许真的是对儿女们的不舍。兄弟三人全都留了下来，他们想最后一次再陪陪母亲。即便嘴上抱怨连连，但心里又怎能割舍得下他们的母亲？一番沉默后，兄妹三人也不得不和母亲说再见了。奇迹再次发生了。医生只是说了句今天好安静，下一秒医院的噩梦就开始了。医生刚从救护车抬下一名患者，紧接着另一辆救护车就疾驰而来，径直对着人群撞了过去。两辆救护车严重相撞，医院顿时变成了灾难现场。患者刚下车又被飞射而来的铁片击中，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但要说最倒霉的，还是那被撞的救护车里的急救员。他们只是来送个病人，可怎么也没想到，竟然在医院里被自己人给撞了。然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一名急救员介绍，那开车的女司机一路都很正常，但不知为何，刚进医院身体便开始抽搐起来，这才撞上了前方的救护车。而那病房的患者更是无语了。我来医院是来看病的，刚下车就被车祸飞来的铁片击中，幸亏击中的是大腿，要是击中脑袋还不得当场凉凉。 Sandra, tell your mother not to panic. 很快一大群消防员就赶到医院现场，本以为好安静的魔咒终于结束了，却不料很快病房又出大事了。男人刚做完颈部手术，那伤口本就没有完全愈合，竟当场和女实习生开起了玩笑，然后他们就一直笑，然后男人刚动完手术的颈动脉突然破裂，鲜血不要钱似的往外喷。在实习生的安慰下，男人这才镇定下来。然而更要命的是，医生们都在忙着抢救伤员，根本不知道病房里发生了什么。实习生的双手更是不敢松开，也就没办法打电话请求支援。男人刚想去拿电话，却不料一股鲜血又喷射而出。实习生提醒他头部尽量别动，将手伸过去就行。拿到电话后再按下数字8。一番操作后，实习生这才拨通了电话。医院赶忙腾出人手前来帮忙，估计男孩以后再也不敢开玩笑了吧。可还不等这边处理完毕，医院又送来了一批学生。原来学校组织外出郊游，乘坐的大巴车不幸发生侧翻，看来好安静的魔咒仍在继续。最惨的还是这个男孩，他的左眼上扣着一个纸杯，可医生刚将纸杯拿开，现场所有医生顿时就被吓了一跳。男孩实在太惨了，一根铅笔深深刺入他的眼眶，显然已经伤到了大脑。 Man, high school really does suck. 原来车祸发生时，男孩正在大巴车上给女友画画，那手中的铅笔好巧不巧，刚好对准了他的左眼。可男孩越清醒，医生就越紧张，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脑部扫描发现，铅笔刺破了大脑前动脉的血管，虽然出血点不大，但为了防止情况恶化，医生赶忙给他安排了手术。可男孩却没想到，手术过后自己竟成了一个活死人。原本手术一切顺利，医生小心地将铅笔取出，但下一秒就突发了意外，男孩动脉突然破裂，大脑也随即开始肿胀。即便医生做了紧急抢救，但由于大脑损伤严重，恐怕这辈子都要在昏迷中度过。可医院里仍在不断接诊，谁都不知道今天到底怎么了，只能玩命似的不断与死神赛跑。医生的这一天还真是心惊胆战，看来有些话还真是不能乱说呀。 It's her identity. It's the only way she understands herself in the world.